上个月我们聊了聊米 UI 的优点和缺点，以及对于澎湃 OS 的一些展望啊。很快，这个小米14我们买到时呢，已经有几天时间了。今天这期视频呢，我们单独来讲一讲系统部分，看看澎湃 OS 相对于之前的米 UI 14改进了多少，功能交互有什么大变化。喜欢视频的话，别忘了3连支持一波，感谢。之前米 UI 14被吐槽最多的点呢，应该就是动画和掉帧问题。一方面呢是系统动画做的不够丝滑，另外就是不同机型实际流畅度表现呢也完全不同，有些机型呢还行，有些机型就很容易掉帧。稳定加丝滑这2点呢确实没有做好。拿到小米14后的第一感受呢，就是这次澎湃 OS 的系统打断动画是明显改善了。米 UI 14的时候，只要你操作稍微快一点，动画呢就会跟不上，尤其是这个相机啊，手势动画滑快一点，能明显感觉动画会出现卡顿。澎湃 OS 的手势动画呢就可以随时打断，视觉上变得更加丝滑流畅了。同样是相机应用打开关闭，动画呢也是比较流畅。打一个更加直白一点的比方呢，就是小米13加米 UI 14，不同场景的动画给人的感觉呢就是80到100帧不等，但是小米14这个动画呢，基本就是满血120帧的效果了。多任务快速切换、连续打开应用的流畅度，对比米 UI 14呢也有进一步提升啊。这里我们也是做了一个定量测试啊，16款常用 App 连续2轮打开测试。小米14加澎湃 OS 整体来说动画呢都是比较丝滑的，即便是中间可能会出现反应延迟，但动画还是会按照正常的轨迹出现。小米13加米 UI 14同样测试场景表现呢就要差许多。第2轮操作的时候，个别应用呢会出现动画丢失，动画轨迹看起来也是明显不如小米14。反正流畅度和系统动画这块，只要你是米 UI 14用户过来，应该是都能感受到这方面带来的提升啊。当然了，连续打开应用的流畅度提升是巴金森的功劳更多一些，还是澎湃 OS 底层优化功劳更多一些啊？这个呢得看后续其他机型的表现。除了系统打断动画，其他动画细节呢也有改进。比如说，现在大文件夹底色背景带有毛玻璃效果啊，对比米 UI 14的简单半透，看着会更加高级一些。大文件夹的展开动画终于不再是简单套用小文件夹动画模板了，会根据图标的排列位置展开放大啊。不过图标超过9个之后的线位线呢，依然是美感，看起来不够优雅。短信目前来说啊，大家基本是用来收验证码为主了。澎湃 OS 这方面的显示呢也有变化，在收到验证码时，数字显示呢会比之前大一些，整体易读性呢会更好。不过说到更好，就不得不说大米精选配件推出的小米14大弧钢化膜了。边缘大弧打磨，更好的侧滑舒适度，表面爽滑涂层，无论是吃鸡还是王者都能够持久顺滑。下滑呼出通知中心和控制中心操作方式呢维持之前米 UI 的设计，但澎湃 OS 下拉的时候啊，时间信息、电池信号图标这些呢都会有一个从顶部向下运动的轨迹，而不是干巴巴的直接渐影出现，动画看起来呢会更加连贯。左右切换控制中心状态栏图标呢不会像之前米 UI 14那样跳一下。另外，下拉控制中心、通知中心的毛玻璃效果啊，对比之前米 UI 14的时候看起来也会更加舒服些。但是这次通知栏图标从之前米 UI 14最多显示3个，变成了只有1个加点点点啊，这个对于那些有2到3个安门软件需要及时查看的用户来说，确实不太友好。另外，之前米 UI 14通知选项里可以设置为不重要，但澎湃 OS 这边呢是没有这个选项的。控制中心的布局从之前的首页2行变成了现在可以无限制向下增加。去掉智能生活的话，单屏最多可以显示5行图标。就我自己来说啊，1屏开关基本就够用了。但是比较尴尬的是，默认控制开关的文字标注也去掉了。这波难道又是对标 iOS 啊？没有文字标注啊，对于很多新用户来说确实很不友好。当然，如果你熟悉使用米 UI， 也可以在通知与状态栏设置中手动关闭无字模式，这样控制中心的文字啊就又回来了。但加上文字之后的图标间距呢比较大，不如原来对称舒服。我觉得 iOS 体验好的部分大家可以多学学，但不是体验加分项，就完全没必要搞得和 iOS 一样了。之前 Orange OS 无字图标设计被大家吐槽了许久，但 Orange OS 4.0 貌似给加上了。还有一点呢，就是澎湃 OS 的这个新版的控制中心啊，上滑退出需要滑2次才能退出，要么呢就是从最底部上滑退出。控制中心切换到通知中心，操作上呢也有点迟滞感，不能滑得太快，要不然也需要滑2次才行。所以说啊，新版控制中心给我的感觉就是体验上有改进点，但是又莫名其妙的倒退了些。之前米 UI 14左侧的系统更新有一个圆角矩形块状，界面上呢会给人一种可以点击的提示。澎湃 OS 系统更新虽然说也是点击图标，但是这个界面呢给人的第一感觉啊像是一个背景底板 logo， 不可点击。所以说啊，库安上也有网友表示找不到系统更新的入口了。左边是米 UI 默认的图标，右边是澎湃 OS 的默认图标，大家觉得哪个更好看些呢？个人感觉呢是差别不大，依然是偏卡通的风格。
图标的调色上，相对于MIUI 14的时候呢，会稍微偏淡一些。之前MIUI 14的时候啊，无论你当前界面是锁屏还是桌面，亦或是聊天软件，只要插上充电线，就是一个全屏的充电动画。这一次澎湃24的设定呢是锁屏界面还是全屏充电动画，但是桌面状态下，充电动画呢移到了顶部的状态栏部分。整个 UI 交互上改动相对较大的还是锁屏界面啊，指纹图标呢改成了类似于 Flyme 那种圆形扁平图标，要比之前的指纹图标呢更加简洁好看。长按锁屏可以进入锁屏编辑界面，向右滑动呢是最近使用过的锁屏，最多可以生成10个自定义锁屏样式。向上滑动可以根据锁屏分隔选择类型，锁屏分隔选择的动画呢竟然也是非线性的，看着比较 Q 弹丝滑。有常规的经典锁屏，有偏向于时间信息显示的菱形时间，也有偏向于壁纸内容的影像杂志锁屏。菱形时间呢可以手动选择壁纸，设置时钟字体样式，也可以选择条纹玻璃的间距。设置完毕之后，从息屏到锁屏界面 ，UI 动画呢会有一个过渡衔接，整体的视觉效果上看起来还是比较好看的。而影像杂志呢更像是 iOS 上的人像锁屏效果，从息屏到锁屏界面，部分的时间信息呢会放在图像后面，从而让画面有纵深感，突出主体。单纯从息屏到锁屏的动画，澎湃iOS呢其实做的还不错，但是日常使用过程中最终呈现的效果上感知呢变化不大。核心原因还是没有把这个动画和桌面串联起来。平时用指纹解锁比较多的话啊，你是基本看不到这个动画过渡效果的，会从息屏直接进入到桌面。Flyme 的 Alive 壁纸 HomeOS 的杂志锁屏，这两个呢，无论是用人脸还是指纹，都能很好的实现从息屏到锁屏到进入桌面一镜到底的过渡动画，给人的感觉呢是一气呵成。所以我觉得澎湃iOS完全可以在锁屏界面的基础上，把这套交互呢融入到桌面壁纸的效果上去。其他 UI 功能层面，澎湃iOS和MIUI 14相比呢，感知变化就不大了。之前在看官方的演示片的时候，我以为会加入类似于灵动岛、原子通知、实况窗类似的后台任务、前台显示的功能，平时用来显示打车等待的车牌号、外卖取餐号，或者说外卖配送进度等等，都还是挺方便的。但实际用下来，无论是系统倒计时、美团、饿了么点外卖，澎湃iOS目前是不会形成前台信息展示的。当然，几天用下来，澎湃iOS呢也保留了一部分原来MIUI 14的味道。比如说我们之前视频里提到的桌面组件点击打开的动画，有些呢是基于小组件展开，有些呢又会跳回到 App 本身，比较割裂。这点在澎湃iOS呢还是老样子，没有改。甚至有时候打开运动小组件，再去点击音乐小组件，动画呢会直接消失。当然，如果你平时不用这些桌面小组件，倒是没啥影响。至于老生常谈的随机性掉帧问题，刚拿到这个机子的时候呢，我是真的感觉挺丝滑的。但比较奇葩的是，更新一个系统版本之后，小掉帧反而变多了。然后关闭虚拟内存，放一个晚上，第二天用呢，感觉又好了许多啊。所以说呢，还是挺玄学的。目前系统下能够复现的部分就是小窗的缩放动画不太流畅，有时候呢会有比较明显的掉帧感。bug 方面，在 1.0.14 版本之前，从小窗模式变成全屏，退出之后再打开会出现闪一下的问题。更新之后呢，这个 bug 就没有了。但是更新 1.0.14 之后，我们又发现慢速下拉控制中心有小概率出现闪下桌面的问题。你是故意的还是不小心？我是故意不小心的。OK， 那么简单小结吧。澎湃iOS相对于MIUI 14，主要改进的地方呢还是动画。实时打断动画不如第一梯队，更多的毛玻璃效果，大文件展开动画呢也正常了。控制中心左右切换，电量、时间信息呢不会再跳一下。连续多任务打开之后的整体流畅度，相比MIUI 14呢也有进步。就像我们之前视频里说的，其实手机上的MIUI只要大幅改进系统动画流畅度、稳定性，那么它依然是一个好用的系统。这次功能层面相对于MIUI 14提升感知呢就不强了。改版的控制中心应用性有进步，但是也有退步。新的锁屏界面单独拿出来看效果呢还不错，但日常使用指纹解锁时很难展现这部分动画带来的灵动效果。与此同时呢，澎湃iOS也保留了一部分原来MIUI的味道。比如说桌面小部件的轨迹动画容易跳来跳去，大文件图标超过9个之后，线位线呢看着不够优雅，小掉帧、小 bug 还是会有些。至于小爱同学 AI 大模型、AI 画画等等，因为我们这台零售版机型呢还没上啊，需要内测申请，后续有机会呢再和大家分享。那么大家对于这次澎湃iOS 的升级提升还满意吗？可以在评论区留下你的使用感受。下期视频我们将为大家带来的是小米14、14 Pro 系列的全面对比。如果觉得视频做的还不错，别忘了点个赞、加个关注，这是我们更新视频的最大动力。同时呢，也别忘了去我们淘宝配件店逛一逛、看一看，搜罗更多优质科模。那我们下期视频不见不散，拜了个拜。